你听说过狮虎兽吗？你知道狮子与豹子相结合生下来的孩子有多凶猛吗？在整个地球上，动物进化已经持续了上百万年，在这期间出现了很多新的物种，当然也灭绝了许多物种。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目前地球上现存的绝大多数动物，其实都属于基因相对优秀强大的物种。其实除了现存的这些动物，地球上还有一些由不同亚种之间的动物相结合所产生的新物种，也就是杂交动物。这些动物的成活率极低，并且绝大多数都不可再繁殖，所以它们还不能被定义为新的物种。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很难亲眼看到这些杂交动物的真实样子。今天黑土找出了世界上10种最让人们感到震撼的大型杂交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罕见的猛兽。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狮虎兽。没错，狮虎兽是真实存在的，它是雄狮与母虎产下的后代。狮虎兽的身躯庞大，外表看上去与狮子相似，但是身上会长有虎纹。这个家伙的体型比任何品种的狮子或者老虎都要大很多。它是地球上人类已知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成年狮虎兽的体长通常都超过了3米，体重最高可以达到惊人的800斤以上。更过分的是，这个家伙从出生起身体就会不断的生长，一直持续到它们的身体不能承受为止。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雄性老虎与母狮子会把控制生长的基因遗传给后代，以此来控制体型的变化。而狮虎兽因为不是雄性老虎或母狮子的纯种后代，所以就缺少了这项基因，这就会导致身体控制不住的持续生长。然而就是这种巨大的体型成为了狮虎兽最大的缺陷。最严重的就是它的头，狮虎兽的头颅非常大，它遗传了狮子的头颅，却没有遗传狮子粗壮的骨架。除了头部，它的身形更偏向于老虎，流线型的老虎身体支撑着巨大的狮子头颅，这会导致狮虎兽缺乏必要的协调性。大多数的狮虎兽看上去都是行动缓慢，给人一种呆呆的感觉。还有就是这个大家伙的免疫力也很低，特别容易生病，这就会导致它们的成活率极低。很多狮虎兽从生下来在幼年就会死掉，成活率仅有55万分之一，非常稀缺。第9个杂交斑马。杂交斑马的种类有很多，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雄性斑马与雌性马所产生的后代为主。这种斑马通常被称为斑马兽。斑马兽与大多数的杂交动物一样，大多数都是不可繁殖的。这些生物很少会出现在野外，通常都是通过人工培育而成的。我们都知道，大多数的混血动物的体质都较差，但是斑马兽是个例外。它们比斑马更容易被驯服，并且耐力惊人。它们的外形似马，身上有斑马的条纹，这种条纹通常不会覆盖全身，有的只在腿部或蔓延至身体的其他部位。我们都知道，斑马属于野生动物，几乎很难被人类驯化。然而斑马兽却打破了这个难题，它们可以被人类驯化，并且仍然保留野生斑马身上所携带的野性。这个家伙性情勇猛，既有普通马的温顺特征，也有野性斑马的力量和野性。无论从性情或是战斗力，斑马兽都是非常优秀的。当然，它们的战斗力自然也不容小视。还有就是杂交斑马是具有攻击性的。第8个马骡。马骡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骡子，骡子想必各位领导都比较熟悉，但是你知道吗？骡子在古代曾经被视为珍贵的动物，只有王公贵戚才有权利玩赏。古人之所以对骡子有这么高的评价，大多数原因都是来自骡子的易用价值。我们都知道，骡子是由公驴与母马所产生的杂交种。对了，这里解释一下，公驴与母马的幼崽被称为马骡，如果是公马与母驴的后代，则是驴骡。简单理解就是，如果马生的就是马骡，驴生的就是驴骡。这期视频我们主要以马骡为主。马骡在古代之所以这么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易用价值。马骡的生命力和抗病能力都很强，体质结实健壮，一般很少会生病。这个家伙力量很大，并且耐力还特别的惊人。它们可以被当作牲畜帮助人类工作，也可以当作坐骑供人们骑乘，性格也比较温顺。在1914年到1916年间，英国人曾到我们国家的山东、陕西一带采购大型的马骡供军队使用。由此可见，骡子的用途要比马和驴都要高。可惜的是，这么优秀的一个物种不能够自行繁衍后代。随着现代汽车与农业机器的普及，以后的人几乎也很少可以看到骡子了。好，第7个豹狮兽。提到豹狮兽，相信各位领导会有些陌生。大多数人都听说过狮虎兽或者虎狮兽，却很少有人听说过豹狮兽。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豹狮兽只有极少数的个例，现在应该已经没有存活的个体了。豹狮兽是雄性豹子与母狮子诞下的幼崽。这种杂交猛兽最早出现在印度和日本的动物园。1859年，第一只记录在案的豹狮兽在印度科尔哈普尔繁育，这是一只大豹子和一头母狮子的杂交种。当时一共生下来2只幼崽，其中一只
只活了大约2个半月就死掉了。到了1961年，日本一家动物园通过人为干涉，一头雌狮成功诞下3只暴食兽，它们成年后的体型与豹子差不多。雄性的暴食兽能长出约20厘米左右的鬃毛，可以像豹子一样攀爬和戏水，性格偏豹子多一点。到1985年，暴食兽死亡，在此之后，世界上至今没有暴食兽重新出现的消息。如果不是人为干涉，在野外，豹子与狮子几乎是不可能会诞下暴食兽的，因为豹子与狮子在野外是互不侵犯的，甚至是敌对关系。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人类干涉，几乎不可能有暴食兽的出现，但它却真真切切的在地球上出现过。好，第6个，鲸豚兽，这是一种由雄性宽吻海豚和雌性尾虎鲸杂交所诞下的动物。目前在夏威夷的海洋公园有现存的2只活体。鲸豚兽除了在圈养中生活，也有报告指曾在野外观察到过它们，不过没有确切的证据。世界上第一只人工培育的鲸豚兽特点十分明显，它的父亲宽吻海豚有88颗牙齿，母亲尾虎鲸的嘴里有44颗牙齿，而鲸豚兽却正好有66颗牙齿。这个家伙的外形与海豚一样，身长可达1米以上，幼崽的体重通常要比海豚幼崽的体重要轻一点。2011年7月5日，在我们国家的辽宁省抚顺市的一个海洋馆里诞生了一只鲸豚兽，它是由一只雄性花鲸和一只雌性宽吻海豚诞下的，从生下来就不幸夭折，成活率非常的低。好，第5个，混血骆驼。这是一种由丹峰骆驼与南美大洋驼通过人工干预培育出来的混血骆驼。这种骆驼如果不经过人工干预，也是不可能通过自然手段繁育的，因为骆驼和南美的大洋驼体型相差很大，南美大洋驼的体型要比骆驼小很多，所以两者几乎是不可能自行培育的。第一只混血骆驼诞生于1998年的1月14日，在迪拜骆驼繁殖中心通过人工受精生产的。人们培育这种骆驼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创造一种具有骆驼大小和力量的能够生产更多羊毛的动物。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混血骆驼培育出来之后，却像大洋驼一样都没有驼峰跟蓬松的长毛，并且这种杂交品种性情暴躁，而且完全没有协作气质，人们只能放弃继续培育这个品种的混血骆驼。好，第4个，灰北极熊。灰北极熊就是雄性灰熊与雌性北极熊的后代。这个物种与以上的那些杂交动物不同，灰北极熊具备完整的生殖能力，也就是说它们可以繁衍后代。不过即便拥有这项功能，灰北极熊在野外也是非常罕见，它们大多数都生活在动物园里，只有极少数可以在野外发现。2006年4月，一名美国的猎人在加拿大西北地区班克斯岛上猎杀了一只貌似北极熊的熊。后来对这只熊的观察发现，这只熊虽然有白色的皮毛等等北极熊的特征，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眼部周围跟背部和四肢也有很多地方与灰熊有些相似，还有就是它的爪子与拱背更接近于灰熊的特征。后来人们对这头熊进行 DNA 测试后，最终证实这只熊的确是一头由雄性灰熊和雌性北极熊杂交诞下的。好，第3个，虎狮兽。在这里跟各位领导解释一下，虎狮兽跟狮虎兽不一样。虎狮兽是雄虎与雌狮杂交出来的，也就是母狮生下来的叫虎狮兽，母老虎生下来的叫狮虎兽。虎狮兽要比狮虎兽更珍贵、更稀缺。它与狮虎兽不同，虎狮兽的头部像老虎，却有狮子一样的鬃毛；身体像狮子，头部像老虎，身上同样也有类似老虎的褐色条纹。特别是它们的眼睛、鼻子、耳朵及脸型都具备狮虎共有的血统。虽然虎狮兽并没有狮虎兽那样大的体型，但是它要比狮虎兽更加凶猛，它们的性情更接近于老虎。它同狮虎兽一样没有生育能力，并且虎狮兽的成活率要远低于狮虎兽，它们的抵抗力极差，成活率极低。要知道，狮子与老虎之间的受孕成功率仅为1%到2%，再加上这种杂交动物的抵抗力天生就很差，所以即便是狮子与老虎成功诞下虎狮兽的幼崽，它们也很难轻易的长大，几乎在没有发育健全之间就会死掉。2008年，在我们国家的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就曾培育出过一只虎狮兽。不幸的是，小家伙从出生仅7天就死掉了，成活率非常的低。即便少数的虎狮兽可以成活，但其身体仍有着巨大的缺陷。首先就是不能生育，其次在它的一生中将会有各种后遗症反复出现。有时候生命就是这么神奇，如果这个世界允许一个物种的存在，那么它无论在多么严酷的环境中都可以生存下来；如果不允许一个物种的存在，哪怕是拥有多强大的基因或先天性条件，都无法完好的生存下来。第2个，热带草原猫。这是一种由非洲野生叟猫与家猫杂交而成的品种。这种猫的外表更倾向于它的父亲叟猫，拥有叟猫的长腿、长脖子以及较大的耳朵。它的体型可能是家养猫中最大的一种吧。
这种猫的肩高将近50厘米，体重约为30斤左右，一眼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猎豹。我们都知道，非洲的叟猫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野生动物，人类几乎不可能驯化它们，而热带草原猫却是可以驯化的。这种猫看上去高大而纤细，自身就携带着一种高贵的气质。除了外表，它还遗传了叟猫的大多数技能，比如跳跃。热带草原猫原地跳跃可以轻易的跳到2.5米高。综合来看，它几乎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叟猫。与叟猫不同的是，叟猫是纯野生动物，非常凶猛，容易袭击人类。然而，热带草原猫要比叟猫更友好、更温顺，更适合陪伴人类。对了，还有就是它虽然是属于杂交品种，但是由于过于稀少的原因，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明确规定不可以私自喂养这种猫的。一方面是因为稀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猫身上一半都是野生动物的血统，并且体型较大，狩猎手段也较强，可能会威胁到本土野生动物的物种，所以对这种品种施加了限制。好，第一个，混血美洲虎，也有人直接叫它们美洲虎或者美洲狮。由于它们并不能代表一个新的物种，所以至今这个物种也没有确切的学名。它是美洲虎与狮子混血儿，看上去与黑化的美洲豹差不多，但它却是一只由雄性美洲虎和一只雌性狮子相结合产下的后代。2006年4月9日，两只美洲虎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巴里的雄溪野生动物保护区出生，其中一只就是黑色的。刚开始人们很难相信这两个小家伙是由狮子与美洲豹相结合诞下的产物，一开始还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后来经过各界人士的调查，最终确信这只黑化的美洲虎的确是美洲虎与狮子的混血儿，并且它们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种美洲虎与狮子的产物，非常稀缺。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见过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鲨鱼吗？你知道鲨鱼究竟有多可怕吗？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人们都会把鲨鱼比喻成海中狼，甚至海中霸主。人们之所以给鲨鱼安上这种凶恶的称号，其根本原因就是出自鲨鱼的凶猛程度。在海洋里，鲨鱼就像是陆地上的狮子与老虎一样，攻击手段极其凶悍且残忍，凶猛无比。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鲨鱼都会主动袭击人类。世界上现存的鲨鱼种类大约有400多种，其中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大约也就20多种。它们的体型从几十厘米到几十米不等，有大有小。今天黑土先找出了世界上体型最大的10种鲨鱼，带各位领导再次潜入海洋，认识一下这些凶猛的大鲨鱼。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10个，太平洋睡鲨。这种鲨鱼主要分布在太平洋北部高纬度地区，它们一般都活动在水下2000米左右深的海域。太平洋睡鲨的体长可达4.4米，体重约在1900斤左右。由于其经常活动在较深的水域，人们对这种鲨鱼深入研究的难度相对较大，以至于至今为止，人们还没能完全掌握这种鲨鱼的性情。目前只有在阿拉斯加，人们才有机会研究过一次太平洋睡鲨的饮食。人们在这种鲨鱼的胃里发现了很多巨型太平洋章鱼的残骸。要知道，巨型太平洋章鱼的体型要比太平洋睡鲨大，这种鲨鱼究竟是怎么将比自己体型还要大的猎物猎杀的，至今仍未得知。人们猜测，除非这种鲨鱼的性情同大白鲨一样，都是比较凶猛，或许有能力将巨型太平洋章鱼猎杀。还有一种猜测，就是他们直接食用的就是巨型太平洋章鱼的尸体。至于他们究竟是怎么将这种大章鱼吞进体内的，至今人们仍未得知。第9个，巨口鲨。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鲨鱼，自1976年人类发现它以来，至今已经观察到或捕获到的标本还不到100个。目前人类已知巨口鲨的体长在5.5米左右，体重可达1吨。它们的嘴巴很大，嘴巴宽度可达1米，外观看上去很独特。巨口鲨主要是靠滤食浮游生物为生，也就是张开大嘴巴将一些磷虾或者其他微小的浮游生物吸入口中，然后通过鱼鳃将一些细菌或碎屑过滤掉，也就是主要靠吃这些微小的浮游生物为生，一般不会去攻击大型的猎物。由于人类捕获的巨口鲨标本大部分都是尸体，所以人们对这种大嘴鲨鱼的性情还不能够深入了解。虽然是滤食性鲨鱼，但这并不代表它们没有攻击性。这种鲨鱼也属于深水鲨鱼，它们通常都活动在水下1000米深左右的海域，有时候也会上升到200米深的海域活动，特别是到了晚上，它们甚至会上升到大约10几米深的海域活动。不过即便活动深度较浅，人们也很难发现它们，非常稀缺。第8个，大锤头鲨，也叫双脊鲨。这种鲨鱼的体长最大可达6.1米，不过通常都在4米左右，大型的个体较少。它们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热带和暖温带水域。双脊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头部，左右两边都有很明显的向外突出，它们的眼睛就长在向外突出的点上，两只眼睛的间距1米。这种特征对它的视力非常有利，它们可以看到周围360度的范围。
这种鲨鱼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鲨鱼，同样它也是鲨鱼中的顶级掠食者。它们可以猎杀大型的黄鲷鱼，甚至其他种类的鲨鱼。这个家伙长着满嘴尖锐的牙齿，游泳速度很快，在捕杀猎物的时候非常凶猛。虽然大锤头鲨袭击人类的事件不多，但是它们对人类仍有非常大的潜在危险，因为这种大鲨鱼完全有能力将人类猎杀吃掉。第7个，哥布林鲨，确切点说，它应该叫欧式尖吻礁。由于其长相怪异，人们才将其称为哥布林鲨。哥布林鲨是一种稀有的深海鲨鱼，这种鲨鱼的体长预估最大可达6.2米左右。这种鲨鱼虽然看上去长相凶猛恐怖，但其实它是所有鲨鱼中比较笨的一类。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的鲨鱼都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和敏捷的游泳速度以及撕咬能力，但哥布林鲨就比较怪异，它们的性情与它们的长相可以说一点都不匹配。这个家伙的游泳速度很慢，牙齿看上去挺可怕，但其实它并不具备太强的咬合力。它们在捕食猎物的时候，主要是靠伏击，等待猎物在它们面前游过的时候，迅速将自己的下颚向外突出，将猎物包在口中。如果一些猎物较大，一口没有将猎物完全包裹住，一些身体结实的猎物很有可能从哥布林鲨的嘴中再跑出来。这是由于哥布林鲨的肌肉松软无力，并且行动缓慢，猎物就是跑了，它也追不上。除了以上那些弊端，这个家伙的视力也不好。捕捉猎物的时候，主要是靠鼻子上的电感受器来锁定猎物的位置。整体来看，哥布林鲨除了长相凶猛，其战斗力还是略显尴尬。当然，我们也绝不能够忽略掉它对人类的危险程度。如果在海水里遇到它们，对我们人类来说，可能也会有致命的威胁。好，第6个，弧形长尾鲨。这种鲨鱼的整体体型并不算太大，主要就是它的尾巴，加上尾巴，它的整体最大体长可达6.5米，但是它的尾巴就比它的头和躯干长了1.5倍多。这个巨大的尾巴当然也不是白长的，它们在捕食猎物的时候，可以用它那强劲有力的尾巴直接将猎物击晕，有时候甚至可以跃出水面，利用尾巴将低空飞行的海鸟直接给击晕。不过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弧形长尾鲨主要分布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热带与亚热带海域，它们经常栖息在距离海岸线30公里的范围内，大部分时间都在距离水面40米深的地方活动，有时候也会下降到更深的水域。据人们对它的观测发现，目前这种鲨鱼并没有对人类造成致命的威胁，通常不会主动袭击人类。第5个，格陵兰睡鲨，这种鲨鱼就比较猛了。格陵兰睡鲨是现存最大的鲨鱼物种之一，而且还是寿命最长的鲨鱼之一。这种鲨鱼的寿命可达300年以上，是地球上现存寿命最长的动物之一。格陵兰睡鲨的体长最大可达7米，体重可达2吨，体型重大，并且杀伤力极强。它们通常被认为是与食人鲨一样凶猛的一种大型鲨鱼，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人们都将其称为海洋中的鳄鱼。它们在海洋里同样也属于顶级捕食者，像一些大型的，比如海豹，包括小型的鲨鱼，都是格陵兰睡鲨的食物。从它的食谱中就可以看出它的凶猛程度。不单是水生生物，经过人们观察发现，在格陵兰睡鲨的胃部也发现了北极熊、驼鹿和驯鹿的遗骸。这并不是说它们可以跑到陆地上捕捉这些猎物，而是想表达这种鲨鱼也是一种食腐动物，几乎是肉就吃。我们都知道，通常吃腐肉的动物都是比较凶猛的，毋庸置疑，它们肯定会攻击人类。不过，由于它们的活动范围通常都在寒冷的北极地区，而且通常它们都活动在海下1200米深的水域，与人类碰面的机会很少，这就使得它们能够袭击人类的机会几乎非常渺茫，因此它还算不上是对人类最致命的。对了，还有一点没说，就是格陵兰睡鲨的凶猛程度能到同类相食的地步，同类吃同类，并且还不怕食用同类的肉中毒，非常凶悍。好，第4个，虎鲨。虎鲨想必各位领导都比较了解，这个家伙性情凶猛且贪婪，它们几乎会吃掉所有可以吃进嘴里的东西，包括人类丢进海洋的垃圾。虎鲨几乎是水中绝大多数生物的天敌，它们无恶不作，极其凶猛。虎鲨的体长不大，通常也就在5.5米左右，但是它的整体体型特别大。虽然比它体型大的鲨鱼还有很多，但是战斗力除了大白鲨能与之匹敌，虎鲨几乎可以干掉绝大多数的鲨鱼。这种鲨鱼之所以这么强悍，是因为它的牙齿是独一无二的。虎鲨的牙齿具有非常锋利且明显的锯齿和侧向尖端，这种构造的牙齿已经强悍到足以切开动物的骨头以及其他坚硬的物质，例如龟壳，虎鲨都可以一口咬碎。并且它的牙齿在一生中会不断地生长出新的牙齿，持续保持拥有锋利的新武器。在海洋里，虎鲨属于顶级捕食者，除了虎鲸有时候会杀死虎鲨，其他的大型鱼类一般是不敢招惹虎鲨的。好，第3个，食人鲨。食人鲨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大白鲨，这种鲨鱼黑图在以往的视频里提到过很多次了，它是对人类最致命的一种鲨鱼，当然它也是海洋里最凶猛的鲨鱼。大白鲨的体长一般也就在5米左右，最大体长可达7米以上，接近8米。
它们经常活动在温暖的上层海域，距离人类海上活动的范围非常近。大白鲨之所以对人类来说这么致命，是因为这个家伙好奇心特别的重。当一个物体呈现在大白鲨眼前的时候，它们就会凑上前去咬一口，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主要目的就是确定一下眼前的物体能不能当做食物。这一点就是大白鲨最可怕的一点，它们与虎鲸一样，几乎会吃掉一切可以吃掉的东西，包括我们人类。大白鲨的性情凶猛活泼，游泳速度也很快，锁定猎杀目标后，甚至可以突发快速冲刺，有时候还会成群结队一起觅食。有时候它们甚至可以蜂拥而上，将一头体型巨大的鲸鱼给肢解掉，战斗力相当强悍。第二个，老鲨。老鲨就比较大了，它是海洋里第2大滤食性鲨鱼，体长通常都在7到8米左右，最大的可以达到15米。虽然老鲨的体型在所有鲨鱼中名列前茅，但是它并不属于具备攻击性的物种，对人类的威胁较小。上面咱们提到过，滤食性鱼类主要是靠捕食浮游生物以及小型鱼类为食，很少会去猎杀体型较大的鱼类。老鲨是一种沿海远洋鲨鱼，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北方至温暖带水域，在水下900米左右就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好，第一个，鲸鲨。鲸鲨是海洋里体型最大的鱼类，它的体长全长最长可达18米，体重高达10几吨，寿命预估为80到130年。鲸鲨主要分布在热带和温带海域，在我们国家的南海、东海、黄海南部以及台湾海峡都是鲸鲨的出没范围。鲸鲨同老鲨一样，同样都是滤食动物，一般不需要去袭击其他大型猎物。虽然看上去鲸鲨巨大的体型会给我们一种强烈的压迫感，但其实鲸鲨的性情属于比较温和的一种，一般不会主动去袭击人类。它们的游泳速度缓慢，时不时的会漂浮在海面上晒太阳。在海洋里，它们几乎没有天敌。唯一对鲸鲨构成威胁的就是人类。近些年来，由于人类对鲸鲨的过度捕捉，导致鲸鲨的数量急速下降。现在鲸鲨已经被列入到濒危灭绝的物种之中。但即便是这样，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仍有人在大量捕捉鲸鲨，主要原因就是鲸鲨身上的部位能卖出很高的价钱，高额的利润一直在诱惑着一些贪婪的人类对鲸鲨进行肆无忌惮的捕杀。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见过世界上最大的狗吗？你以为藏獒的体型在犬界真的能名列前茅吗？你知道吗？狗是地球上变异最多的一种哺乳动物，在全世界公认的狗品种就超过了400多种，还有很多杂交的品种都没有被正式命名，种类繁多。说起体型较大的狗，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想到藏獒、坎高、中亚、杜高，还有高加索等等这些比较出名的狗。但实际上，这些狗在世界上所有的犬类中，体型并不算太大，它们只是属于一种比较凶猛的中大型犬。真正的巨型犬其实还有很多。今天黑土找出了世界上最大的11种狗，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巨型猛犬。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11个，库达犬，也被称为巴基斯坦獒犬。库达犬是巴基斯坦的一种大型斗犬，性格异常凶猛，攻击性极强。它的外形看上去与坎高犬比较接近，但其实库达犬是另外一个品种。这种狗的身材高大，肌肉发达，成年雄性库达犬的肩高最低也都不低于75厘米，体重可达100斤以上。雌性库达犬的体型相对偏小一点，不过通常肩高也都超过了70厘米。库达犬多分布于巴基斯坦的西北部地区，由于这种狗的性格格外凶猛，于是在当地人们经常会用库达犬用于斗狗。毫无疑问，它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犬种。我们都知道，绝大多数的斗犬对人类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更何况库达犬还是一种体型超大的斗犬，它的危险程度一点都不逊色于藏獒。这种狗的起源至今仍没有确切的说法，外界普遍流传的说法是这种狗是由斗牛梗和英国獒犬与当地的土狗杂交后形成的杂交品种。不过这只是人们的猜测，它们的真正起源至今也无法考证。然而可确定的是，库达犬的身上几乎一半都是猛犬的血统，它绝对算得上是一种大型的猛犬。第10个，纽芬兰犬。这是一种生活在加拿大东北部纽芬兰地区的一种大型工作犬。纽芬兰犬的肩高并没有库达犬高，但是纽芬兰犬的整体体型要比库达犬大。它的肩高可达76厘米，最大体重可以达到180斤以上。不过大多数情况下的体重都在150斤左右。这种大狗的性格非常温顺，而且特别聪明。它们体型巨大，但是游泳能力格外突出。在很久以前，纽芬兰犬在当地一直被人们用来拖拉渔网、牵引小船靠岸，甚至救援落水的人类。有时候也被用来托运一些货物。在当地，纽芬兰犬属于典型的水上救援工作犬。
然而，随着水上交通工具的不断发展，纽芬兰犬的职业技能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用武之地。逐渐的，这种大型犬就从工作犬慢慢的转变成人类的宠物犬，确切点说，应该是伴侣犬。它们性格温顺，并且特别聪明，最重要的是，它们拥有巨大的体型和力量。对我们人类来说，纽芬兰犬除了当做宠物，还是一种有很多用途的狗。对了，还有一点没说，经过人们对纽芬兰犬的反复测试，发现这种大狗有一个爱好，就是特别喜欢从水中救起任何落水的人。这可能是它们天生就携带的技能一样，不管水中的人是否需要救助，只要被它们看到，绝大多数情况下，纽芬兰犬都会下水将水中的人拖回岸边，相当敬业。第9个，兰博格犬。这是一种原产于德国的一种大型犬。兰博格犬的身高可达80厘米，体重可达140斤以上。这种犬一眼看上去相当凶悍，给人的压迫感非常强烈。但实际上，兰博格犬同纽芬兰犬一样，也是属于一种性格开朗、温顺的大宝贝。它的身上也有纽芬兰犬的血统。这种狗的起源是由德国兰博格市长用圣伯纳犬与纽芬兰犬和大白熊犬交配，然后经过精心挑选培育而成的。这种狗的体型高大，肌肉结实，强壮有力，看上去非常的雄壮威武。它们的性格温顺，特别喜欢与孩子玩耍，对人类的服从性也很强，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很受人们的喜爱。遗憾的是，由于是人工培育出来的品种，它的寿命相比其他纯种狗要短很多，平均寿命也就在7年左右，而且还特别容易染上一些疾病，体质相对较差。第8个，英国獒犬。这种狗通常被认为是所有犬类中体型最大的犬种，确切点说，它是体重非常大的犬种。英国獒的身体很大，虽然它的肩高不是很高，但是它拥有很宽厚的身体，看上去非常庞大。它们的肩高可达76厘米，体重最重可以达到惊人的280斤。不过这种体重是极少数非常大的个体才可以达到，一般情况下，雄性的体重也就在200斤左右。这种狗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品种，在很久以前，英国獒犬曾经被人类当作杀戮机器带上战场作战。之后也被用于参加各种战斗，帮助人类狩猎熊、狼，有的还被送进斗兽场与狼或熊打斗。后来随着这类竞技被禁止之后，英国獒犬的知名度也随之衰落，直到今天，这种猛犬看上去给人的感觉依然相当凶猛，但实际上这种狗的性情对人类来说是非常温顺的，一般情况下很随和，对待主人也非常忠心，但这并不代表它们对人类没有威胁。要知道，它是所有犬类中拥有最大体重的狗，它们非常强壮，而且战斗力也很强，一旦发起疯来，2个壮汉都够呛能制服得了这种狗，所以还是要与这种獒犬保持安全的距离。好，第7个，那不勒斯獒犬，也就是纽伯利顿犬。这个狗就比较猛了，单看它的外表就足以彰显出它的凶猛程度。这是原产于意大利的一种大型狗，它们的身高可达75厘米以上，体重可达135斤以上。这种狗同上面的英国獒犬一样，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被人类用于战争，非常凶猛。它们可能是世界上最让人感到恐惧的大型猛犬之一了。我们对它的恐惧是正确的。那不勒斯獒犬的确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犬种之一，它们不但拥有巨大的体型，而且是一种相当残忍的大型狗。这种狗在发起攻击的时候通常是不会吼叫的，人们很难判断出它们的心情，每次发起攻击都是突然的。更可怕的是，它一旦开始攻击就是不死不休，而且还会将自己杀死的猎物吃掉，包括我们人类。这个家伙是世界上最强横的斗犬之一，并且不易被驯服。养这种狗的人，体型与长相一定要宽厚一点，要让这种狗感觉到恐惧。一般体型瘦小的人是不敢轻易的选择饲养那不勒斯獒犬作为宠物的。在很久以前，这种狗曾经是意大利黑手党的最爱，一般人是不敢养的。第6个，藏獒。藏獒黑土就不过多的描述了，它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凶猛的大型猛犬之一。藏獒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凶猛，领地意识极强，对主人极其忠诚，力大勇猛且野性尚存。其实现存绝大多数的藏獒体型都不算太大，肩高通常也就在60到80厘米左右。主要原因就是早些年藏獒被炒出高价的那些年，高原上很多藏獒被带到平原地区进行杂交贩卖，导致藏獒的品种遭到了很大的冲击。真正的纯种藏獒现在已经非常稀缺了，在一些记录中，过去的纯种高原地区的藏獒体型确实很大，肩高甚至可能会达到90厘米以上。关于纯种藏獒最早的文献记载来自于马可·波罗的游记，他在书中描述到，藏人的狗有驴子那般大，极为强健而凶猛，可以猎取很多野兽。但是记载毕竟是记载，并没有确切的证据。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曾经的纯种藏獒确实要比现在的藏獒更大、更凶猛。第5个，苏格兰猎鹿犬。这是一种原产于英国的大型猎犬。苏格兰猎鹿犬的最低肩高都在75到80厘米以上，甚至更高，体重可达100斤以上。
这种狗的体型比较纤细，看上去给人的感觉并不强壮，但实际上正是因为它纤细的体型可以快速的追赶猎物，才使得它能够成为一种合格的猎犬。它是世界上拥有最高视觉的猎犬之一。这种大狗的身高力大，骨骼粗壮，身上粗糙的皮毛可以抵挡各种恶劣的气候。在很久以前，这种狗被人们用来狩猎马鹿，并且效果极佳，战斗力非常强悍。后来被当时的苏格兰贵族得知后，这种狗则被封为苏格兰皇家御用犬，低于伯爵以下的人不能拥有此犬。由此可见，这种狗的狩猎能力有多强。后来随着苏格兰氏族制度的最终消亡，这种犬在当时也就沦落为一些富豪贵族的猎犬。至今为止，苏格兰猎鹿犬依然广受人们的高度评价。在澳大利亚，这种狗甚至直接被用来猎杀袋鼠和野猪，狩猎能力是相当强悍的。好，第4个，高加索牧羊犬，它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犬种之一。高加索牧羊犬属于超大型的犬类，它们的身高可达86厘米，体重可达150斤以上。我们大多数人对高加索牧羊犬的了解最多的就是大，都清楚这个家伙的体型很大，但是很多人都忽略掉了，这种狗不但大，而且性情勇猛，战斗力超强，还特别忠诚。它与藏獒一样，在以前都是牧民为了驱赶狼群特意培育的品种，千万不要怀疑高加索的实力。它与藏獒一样，都有能力与狼搏斗。至于谁输谁赢，今天我们不谈，关键是它敢于和狼搏斗，这一点毋庸置疑。高加索身体粗壮，勇猛强悍。在20世纪60年代，它们被用作守卫德国柏林墙的边境巡逻犬，在当时共有7000多只大型高加索在守卫着柏林墙。这种狗一度成为了很多偷渡者的噩梦。还有就是这种狗特别忠诚，非常的护主人。如果在它的面前，千万不要尝试去挑衅高加索的主人，这样很可能会遭到高加索的袭击，因为这种狗的标志就是一种大型并且拥有强烈护卫本能的稀有护卫犬，就是用来保护家畜和主人的。好，第3个，圣伯纳犬。这个犬就比较大了，圣伯纳犬的身高可达90厘米，体重可达200斤以上，它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犬种之一。这种狗原产于瑞士，是瑞士的国宝级动物。之所以拥有这么高的地位，是因为圣伯纳犬在阿尔卑斯山救援人类的故事在世界上广为流传。还有一点就是它超大的体型和温柔的气质得到了人们的关注。据传说，在公元900多年前，在瑞士和意大利的边境就有一只圣伯纳犬救助了许多在山区遭遇雪灾的人。到了19世纪初期，一头名叫巴里的圣伯纳犬也以搜救人类的事迹闻名瑞士，至今在当地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依然保留着巴里的肖像。还有在法国巴黎的一座小狗公墓里也有圣伯纳犬的纪念碑，上面记载了巴里在他14年的生涯中一共救出了41个人，还有传言他这一生共挽救了40到100条人类的生命。总之，很多传言都是关于这种狗挽救人类生命的。更意外的是，他们从来就没有接受过任何特殊的搜救训练，相反，年幼的狗会从年长的狗身上学习如何进行搜救行动。出于这种狗对人类的友好行为，在1888年，瑞士将圣伯纳犬定为国犬，属于国宝级动物。对了，还有就是，虽然这种犬的性格非常温顺，对人类也很友好，但是还是不适合私自喂养，因为它的体型太大，即便它们不会主动攻击人，也特别容易吓到别人。还有就是它的食量很大，伙食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第2个，爱尔兰猎狼犬。这种狗是世界上最高大的犬种之一，雄性爱尔兰猎狼犬的身高可达90厘米，体重100斤以上。这种狗体型巨大，并且战斗力也相当强悍，不然也不能称为猎狼犬。这种狗的视力敏锐，体型高大，肌肉也非常发达。它最大的特征就是集力量与速度于一身，可以快速的追赶猎物，并且能够追捕和杀死一头狼。在人类面前，这种狗通常都是比较温顺和安静的，但是在它狩猎或打斗的时候，它的凶猛程度足以让一些大型猛犬甚至凶猛的斗牛犬敬而远之，非常凶猛。好，第1个，大丹犬。大丹犬也叫德国獒犬，它是世界上体型最高大的狗。注意，是最高大的狗，也就是肩高排名第1的狗。如果要论体重，位列第1位的应该是英国的獒犬。这次黑土的排名主要是以肩高为主，大丹犬的肩高位列第1。目前体型最大的大丹犬是一只名叫宙斯的黑色大丹犬，但是它的肩高就达到了111.8厘米，站立起来可达2米多。在17世纪，这种狗也是属于德国贵族的专用狗，主要是用来狩猎熊、野猪和鹿。后来随着猎枪的出现，大丹犬也就慢慢的不再作为猎犬了，现在主要被人们当作家庭犬饲养。这种狗虽然体型巨大，但是性情还是相对比较温顺的。当然，这主要就是对自己的主人，如果是陌生人靠近它们的话，大丹犬也会保持警惕，也有可能会威胁到陌生人。不单是大丹犬，所有的大型犬，即便性格再温顺，也有可能对人类造成威胁。最好还是与这些大型的猛犬保持距离，以免发生意外。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